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由于北溪1号、2号的管道发生了破裂的这个重大的事故，那么导致了呢就是市场的恐慌，也就是天然气的价格进一步的飙升，特别是在这个欧洲区域就影响了这个整个的大家下一步对这个冬季来临还有现在的这些生产生活的影响。我们先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它的这个2条重要的这个天然气管道会发生爆裂，大家现在众说纷纭。那么我们首先说，谁有这种能力造成这样的事故？我们首先说呢，它基本上不像自然的事故，也就是说，比如说搞个拖网渔船，说把这个天然气管道海底的天然气管道给刮断了，这个不太可能的。它不像这个海底电缆，那么你这个天然气管道它是要经受很大的压力，要经受很大的冲击力的你一般的拖网渔船恐怕把这个天然气管道给拉断，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排除包括也没有发生地震海啸这样的自然的破坏，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人为的破坏。有的人说呢，这个事故呢地点发生在比如说水下这个50米到80米深这样一个深度，实际上呢人为破坏是比较难的。我们讲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要是作为个人行为或者一般的海盗这样的组织呢，它破坏这样的就是底下的天然气管道是有困难的。但是你要作为国家行动，这并不困难。你比如说这个过去在冷战时期，美国它就用这个无人的艇到海下，把这个俄罗斯的或者说苏联的海底的电缆进行窃听。实际上呢，就是在它的这个电缆上搞一个装置，然后呢来窃听。那现在我们反过来说，你如果在这个管道上安排爆炸物或者安装了爆炸物定时起爆，那管道它就被毁坏了。而且现在根据监测呢大概这个就是它的震波或者它这个爆炸当量呢，相当于2吨的 TNT 炸药。当然我们说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把2吨重的 TNT 炸药运到海底然后进行爆炸，那你可以用高爆炸药对吧？我们就是说呢它现在人为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谁能制造的这样的破坏呢？我们讲了，如果作为国家行为，这个一点也不难，因为作为轻潜水，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所谓水鬼吧，就是脚上带这个脚蹼，然后呢背这个就是氧气瓶，这个一般潜到50米还可以，再深了恐怕人的这个身体的承受力就不行了。但是重装的潜水就是看它像戴一个头盔，然后这个身上整个的都加起来，然后给它加压，然后通过这个给它输氧的这个管还有其他的还有输氦这些的就可以了。那一般的时候这个深度还是可以下去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就是潜航器因为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潜艇常规潜艇在海底就是钢缆把它的螺旋桨缠住的时候呢，是由北约当时是英国的这个 LR5型的这个救生器，有人操纵救生器，用这个机械手把它的钢缆给剪断的。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推想，就是用救援潜艇的这个装置就是 LR5，这是北约通用的远潜救生的装置。那么下去之后，它不是往这个下面，比如潜艇上跟它对接，而说我搞一个爆炸物放到这个管道上，那是可以爆炸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事情并不难办。那现在发生了这样的爆炸以后，虽然没有查到就是具体是谁操作的，或者是具体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说这件事发生之后，对谁最有利呢？美国，因为你这个管道爆炸之后，显然对俄罗斯往外输送天然气是不利的。但是呢，欧洲更不利因为欧洲它得不到应有的这些天然气，那就会造成能源进一步的上涨，它的这个供应进一步的减少。那这个对欧洲整个经济市场，无论是这个民用的这种取暖也好，或者生产也好，都带来巨大的
灾害。那么只有美国可以再借此啊，就是既然没有这样的这个来源，那美国可以提供更多的液化天然气，那么这个价格呢，当然是物以稀为贵，可以进一步的提升。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操作这件事情的呢，可能是北约国家、欧洲的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的国家可能性更大。但是如果要故意的啊，就出于有意的制造啊这样的事件呢，一般的说呢，可能啊就是像乌克兰呐，或者是说波罗的海国家呀，他们一般的会排除啊这些国家的危害，就是可能性，因为这个做了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一个呢，他们去做呢也比较困难。目前呢，就这件事情来讲啊，我们说对这个俄罗斯和欧洲啊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害是最大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